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川崎会5月中就要开了，大家都很想问你会谈些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习近平也很想知道，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压根都抓不住川普，我根本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今天报一个秘辛出来，他说啊，原来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对着习近平讲一个让习近平下巴都快掉下来的话，然后你到底是在说什么？他竟然谈到了台湾，他竟然谈到了蔡英文，他怎么说？他说：“我认识他，你懂的，我可以帮你处理这个女人。”当时习近平不敢相信他到底在讲了什么，而且习近平完全没相信他。就没多久，这个川习会的第一届结束之后，没有想到川普在搭飞机回美国的时候，他跟他旁边所有的幕僚讲说什么？我非常的不满，回去马上就打了第一次的贸易战。所以从2017年开始，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决裂的时候的开始。这一次的川习会一定会谈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做台湾，因为在科技的领域上，台湾至关重要。所以松哥，今天我们看到了，竟然川习会都一定往科技、往台湾这个主题在绕的时候，那大家的铺排、大家的筹码特别重要。你看到今天中国先出了第一招，他把他的 Manners 2名联史创始人跟他们讲说，你不准离开中国。为什么？是因为这东西要卖给 Meta， 他等于把 AI 技术给 Meta， 没想到中国先出招了。对，没错，上5月中要进行的这个川习会，两个人当然都要累积筹码。现在呢，川普累积了大量筹码，我有你的兄弟都已经被我的解决了，我呢石油控制住，我准备跟你谈判。当然，中国也要累积一些筹码。他现在累积什么筹码？我稀土是一个筹码，对，我跟你买东西是个筹码。另外一个，今天他出招，他把 Manners 的2个联合创办人呢，就说你们不要离开中国。他前一阵把他叫回中国，叫回中国之后就不让他们出境。那这个 Manners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Manners 即将被 Meta 诟病，所以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要让这个 Meta 诟病 Manners。那这个事情呢，搞不好也可以变成是在川习会上面，我可以跟筹码对谈判的一个筹码，我放行啊，这是不是就是个筹码？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跟他讲，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川习会2个会讲到什么？当然会讲什么伊朗国际局势、俄乌局势都会讲，但是呢，其实他们2个的核心议题呢，习近平想跟川普谈什么？台湾问题。你看这几天不是有个报道吗？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在2017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北京就隐约查到川普对台湾的看法比历任总统更具交易性，所以他目前为止中国还是这样认为咯，认为川普或许会交易台湾。好，但是呢，他们现在摸不清楚了川普的是什么点，摸不清楚川普到底是真的会交易台湾还是不会，他们认定他会。但是真实的他是会还是不会，他们也不确定。也就是说，川普一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搞到习近平要疯了。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我们给大家还原这个场景，这是这个所谓报道里面讲的，他们2个见面的第一次的时候，赵你知道吗？川普居然跟习近平说什么？嘿，习，我跟你讲，这个 you know her， 你知道蔡英文吗 ？her 是指蔡英文 ，I know her 啊 ，you know。I can help with this woman，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我可以帮你搞定这个人，那我可以让你们2个谈一谈啊。你知道当时的报道里面来说话，听说习近平下巴都掉了，真的？他说我听了什么？你难道是真的要拿出来谈判吗？因为什么吗？因为赵尔他之前上任的时候呢，他刚赢得大选的时候，他也破天荒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对，所以你是说你先接蔡英文的电话，然后后来你又说又可以来跟我们来谈这个蔡英文，你等于是先对中国好像有点不太好，那现在又要跟中国说，我可以帮你处理这个，你到底是怎样反复吗？我们刚才不是看到画面，2个还去这个还去北京紫禁城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习近平还帮他开了很多银台的很多东西，让他进去看前所未见的国宾。那当时川普离开，你看川普很开心啊，正好就没想到，他马上就翻脸，这是什么？对，翻脸。他结束国事访问之后呢，然后飞往这个越南参加 APEC 的会议，然后一开始就说，I am Xi is my good friend， 习近平跟我交情很好，你看他们2个在这个天安门上面，在这个紫禁城上面，有说有笑，但是一上飞机他就马上没送，他上机上马上就跟幕僚，包括 Kelly 啦提勒森当时的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 secretary， 然后他包括麦马斯特然后莱特希泽，他又说表达对中国贸易现状的不满。对，然后马上就说，他就非常有力哦，我要打贸易战了。对，他说北京的这个豪华款待没有改变我的想法，他马上就说要去启动301条款，还有关税，马上就跟来电妻子说 ，Go do it， 马上就去办事。所以就他说，你看
这有几个反转，很多反转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你说，我接了蔡英文的电话，让中国不爽，然后跟习近平见面说，我可以处理他，对，让中国有希望。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你离开之后，马上又开始打中国。虽然说他就是反反复复这样子，好像这个，然后所以中国摸不清楚他的。所以中国就是你弄得我好乱呐。对，没错。但我们讲那是那时候的这个川普，但是现在的川普，我认为说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哦。你看现在的川普，因为他有非常多筹码，你有没有发现到第二任的川普跟第一任川普其实不太一样？对，第一任川普他就说他不战争，你看他第二任他打多少战争？对，对，他现在不太一样，他现在就是用绝对实力去碾压你。所以我才说，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台湾问题当然他们两个会讨论，但是会不会被出卖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你只要从中国为什么要扣留 Manas 的两个创办人，你就知道中美贸易大战的科技大战的未来重点是什么？科技。科技的核心在哪里？在台湾，所以台湾绝对是美国要牢牢掌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且石宏哥，你刚刚提到一个最关键，就是 Manas 的这些2名的创办人被留日住。你看到今天 Financial Times 怎么说？他说中国正在审查 Manas 以27亿美元出售给 Meta 的交易，创始人被禁止离境。对，关键是什么？因为官方担心战略技术流向海外。对这一笔交易的审查日益加深，对这个筹码你不能给我跑掉的。对，事实上 Manas 是一家非常厉害的演算法的公司，它可以推广这个 Meta 在整个网络上面的使用的流畅度，甚至它可能抓到客户会更好。所以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当然 Meta 想要，但是你知道 Manas 这2个人呢，他们也想说，那我们就。那他这种技术来说，在中国绝对没办法流出去，所以他们2个就到海外去，新加坡成立了这家公司。就没想到中国就说，你们2个人呢，这个是这个萧红，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纪一超，就说你们2个回来两个回来就说他们被叫回这个国家发改委员会的这个约谈就是说你们在中国的境内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所谓外国直接投资法的规定？然后2个人回来之后呢，然后就把他扣住了。然后扣住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审查，中国就说我们要审查这样的状况，然后官员又告知这2个常驻新加坡的高管说，在接到进一步的通知前不要离开中国，因为审查仍在进行。所以简单来说，他们2个 Meta 的高管就是被扣留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要卖给 Meta， 所以他们2个其实某些程度来说是美国公司的人呐。对，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赵尔，这就是川普可以谈判的东西。这是你 Meta 的物件，我现在把你扣住，那你川普要跟我谈。当然就这样嘛，所以我可以说这就是一种谈判的手法跟筹码的堆积。好，所以这2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能离开？搞不好川习会2个见完之后，2个就离开，对，然后就 Meta 就收购完成，就是这样。而且现在最好看的是什么？不单单只是中国在累积自己的筹码，是川普也是啊。所以你看，这一阵子我们前几天才讲啊，他把这个美超伟的这个创办人处理掉抓起来了，抓了台湾的公司，然后抓了一个中间者，3个都面临30年的重刑。你想说那就算了，没有，美国这几天继续抓，你看现在有3个人也被抓，这被逮捕，然后有一个是居在香港的啦，还有在这个纽约州的一个马修凯利啦，还有另外一个是住在亚特兰大的这个 English， 他们3个人他们3个人被怎样？目前为止，当然有的是被捕，有的是自己投案。他们3个人目前为止，你看3月20号他们就提起这个刑事诉讼，3月23号就马上出庭。对，这也太快了吧？这很快，3月20发刑事诉讼，3月22号抓人，对，结果隔天就出庭，我就要处理你。对，所以这在台湾来说的话，就是你知道吗？很多案子啊，为什么要快速审理？速审速决，对嘛？不是这个也太速审速决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要速审速决，因为这显然是违反什么美国的非常重要的科技法案。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他们这个所谓的书里面就讲到2件事，起诉书，他说 English 就是这一位。他说呢，我们代表一家泰国公司，当然是假的嘛。他向 Company One 订购了750台的电脑伺服器，价值是1.7亿。然后这里面有一种受美国商务部管制清单的晶片，所以就不能够卖到国外去嘛，就让他最后卖到中国了。对，就这样一个状况。好，那这750台的伺服器，当然或许就是我们之前被起诉的那家公司，也不一定啊。另外一个。他还说，我们2024年初的时候，会在加州的这个晶片公司，2023年的这个10月订单进行审查之后，然后后来才说的话，最后他就说我要知道泰国最终的客户，但是没有人成功，所以这个采购就没有人完成。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一个公司1他要买，但是公司2说不行，那公司2来说显然就是回答这个状况，所以等于你看他们一直在买。然后根据他们调查里面的所有东西来说，他们扣留他们非常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讯息，对。那你看这就是 standing，
而且我记得那夸张到什么，它有一个 GPU 的 group， 对，没错，它有那种群组，对，我要去下单的群组吗？他们还在讨论啊，他在讨论，你看，关于 A100，我们需要大幅调低价格，因为 A800目前中国随处可见，对，价格大概是9000块美金。那至于 H100，我们定价需要落在25000上下。他们一直在讲，他们等于是说在里面来说，你看他们就讲的就是中国市场嘛。那照顾你，中国市场可以卖吗？很多晶片不能够卖啊，对不对？你看他还发给其他人，其他人就说什么？你看我们中国有一些客户啊，那中国是这个不能够经销的啊，那是唯一像这个丰厚利润的这个业务啊，每笔订单的利润总数高达数百万美金啊，所以我们在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你就知道他其实连美国人都抓嘛，对，所以这就是告诉你我要坚壁清野，对不对？另外为什么要坚壁清野呢？我们从几个场景就可以看得到。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机器人吗？对，这个我们这个 CC 位啊，魏哲家的一番谈话，引起两岸的风波。对，就还有人就说你飘了啊，这个到底是谁飘了？好，那 CC 位就说什么？中国的机器人是好看头而已嘛。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好看头，什么叫真的实用。这几天你看，中国今年不是大拉拉展示这个机器人，就你想，这是谁？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她也把机器人请到白宫去。机器人第一次进到白宫。对，她现在她是找这个 Figure AI， 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器人公司。你看，她把它找到白宫来走秀，然后这个机器人叫做柏拉图，这样一个状况。那你看他们两个走进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他跟梅兰妮亚是亦步亦趋，然后他就自己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会自己在那边讲话，自己在那边介绍。你看他那边还会自己讲话哦，他就开始在那边讲。他说我是 Figure AI， 对，然后我是美国打造的人形机器人。哇，这个画面我吓死了！梅兰妮亚根本跟配角一样，没错，在机器人上面。对，没错，他就讲了非常多，然后还用这个使用了11种语言来跟他对谈。你看他这个手的姿势有没有很像是一个人的一个感觉？你看他自己在讲话这样的状况，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差异？这就是美国机器人的一个展示。好。那我们来跟他讲 ，Figure AI 这家公司，他做的机器人到底怎么样？你看，我们不是就说这个魏哲家说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感应器，需要能够派上用场。那你要感应器哈，他是用了很多感应器，他就是这样。你看哦，这是他机器人的原型，它在这里面都有感应器一大堆，它非常多的感测器都在这里面，这么细，对，每一个关节好，对，关起来说都是感应器，密密麻麻的。对，所以因为它感应器很多。所以你看，它可以做很多动作。你看，它可以做什么浇灌植物啦，端送食物啦，折叠衣物、整理房间这样一个状况。他就说，它可以自主完成。他们是说不需要任何人这个操控。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在旁边操控，它不用，这是离线状态哦。我们看到说，它这是不需要人在旁边。你看它走路的样子，它可以走很远。然后你看，它可以做很多动作，这都是大家没有看过的这个动作。你看自己在那边清理桌子啊，那打扫东西呀，有没有？他们我就说你光看这些动作，你觉得中国的机器人做到？你还要去洗衣服他的手有这么细致因为它这里面都可以没有把衣服撕破的，因为它这里面很多控制器啊，它甚至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因为它这手里面有控制器，所以它可以进到什么衣橱里面去拿东西。因为它衣橱里面，我们就好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需要视觉。所以它里面这个手这边配有一个所谓镜头，进去里面它就看到镜头，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拣货都说 OK， 把它丢进去拣货袋 OK， 它都拣货 OK， 就是 OK 的嘛然后它就马上就发现到说，好像不符合规定，它就不会把它丢进去，就这样，你就觉得它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呢，事实上它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说魏哲家讲的就是未来这些劳动力可以派上用场嘛。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画面是什么？是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她可以跟她同步的走？一般机器人就走她自己啊。如果梅兰妮亚今天变慢变快，那机器人它可能就自己走，对不对？但为什么可以同步走？这就是这个机器人最可怕的地方。它可以用斜视的方式去测量那个距离，对，然后能够完美的去配合它的步伐吗？因为它有非常多感测器嘛，所以它当然能够测得更准。简单来说，你只要感测器配的越多，你就能够测的距离都能测得越准。那中国为什么没办法配？第一个，因为他们可能感测器做不出来；再就是说，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做的便宜，对，做的便宜之后，你就必须要把这些感测器都拿掉，然后大脑你也没有拿掉。所以为什么中国做那么快？因为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中国的机器人，你会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它就会失控。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语速机器人，他们跳舞跳天鹅湖，跳之后呢，就自己就跳到河里面去了，就这样。不过我觉得里面最妙的是什么？这几个画面，它的最大的关联性是什么？都在跳舞，都在跳这种天鹅湖的舞蹈。这表示什么？这天鹅湖的舞蹈一定是被语速
早就设定进去设定好了，但是你这跳舞你应该要有感知啊，你在对哪里跳舞啊是？他没有办法去感知，他只能把动作做了出来，对，其他他不能思考的。对，譬如说，你看这个旁边，它为什么会绊倒？因为它旁边这个水池旁边来说有一个踏板提高，他没有发现到，所以等于说他们都是内建好，反正你就记忆这些东西。你就记忆这些东西之后，反正你就你就继续跳。你看它完全转，它为什么会掉？因为它卡住那个东西、对，卡住那个。为什么会把小孩这样打？因为他不知道小孩是在他旁边。在哪里？那如果你看，如果刚才梅兰妮亚那个机器人，它有感测器啊，对，它就测到旁边有人，它就不会打过去了嘛。就是差异在这个地方。他真的非常强，他真的非常会动，非常会打。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空旷地方，他很棒。你今天放在跟你的孩子旁边，你孩子你会很惨的。是，你也把它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他可能一下去，他可能就坠崖了。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思考。对，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说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可以明显感觉出来中国跟美国的机器人差距在哪里？好，那我就讲，中国为了要快速发展机器人，他现在就让语数 IPO 啦。你看语数也是，我跟他讲，中国也是一样，他用创纪录的速度让他 IPO。是语数其实上成立也没有多久的时间，马上3月20号就已经说我们即将要申请语数的这个科创板，要让它上去了。那人家语数现在就公布它的毛利嘛，大家说哇，你也太厉害了吧，它毛利率逼近60%，这么厉害？对，没错，它也是中国很少数能够赚钱的哦。他的意思说，你看他们目前为止毛利率高于59%哦。那2022到2023年是亏损状态，2024年就开始赚钱哦，盈利是9000多万哦。然后2025年来说已经赚超过1个亿了哦。然后这个预估了今年的营收会暴增的一个状况哦。可照我跟他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因为中国要你买。对，因为语数机器人，你说真的啦，你不是展演对方，不是要表演的，不是要做这个用来招待或是用来秀的，请问谁要买这个机器人？根本没有任何用途啊，对不对？你要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呢？然后他还说，你看我们很厉害，你看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机器人，你看我们充电1个小时，然后可以续航2个小时。大家想说，你这个机器人这样有用吗？我要等于是怎样？什么意思？等一下，如果我今天我的机器人我买来，我希望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刚我们这挑很多的那个东西吗？我用了1个小时，还要我充电1个小时，可以用2个小时，然后我2个小时完之后，我要让他休息1个小时，我让他进工厂跟那个我这流水线上的时间，我是不用算吗？对，那我就干脆请个真人就好了。你现在的技术也比不上我们你看他在组装的速度，你觉得他跟人的速度比起来，我们应该有看过很多中国女工组装速度，这差很多嘛。那差很多是这样，你看你这能够煮多少个？1个小时搞不好你煮5个，人家一个正常的工人搞不好还可以煮10几个。你看，有没有旁边人跟他比较差异很多嘛？所以说没有错，中国机器人看起来那个型很好，但是呢，它欠缺了最重要的大脑跟灵魂。那这些东西呢，都掌握在美国的手上。那掌握在美国手上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往再深里面去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是掌握在台积。文哥，我们都知道美国的 AI 非常强。你看到朝鲜日报的标题，他说应该实施阻止中国接近 AI 半导体更严格的出口管制。真正厉害的是，我们不只要看朝鲜日报这个标题，它不只是一个政策宣示，什么阻止中国接近 AI 半导体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严格来讲，就是要对中国管更严。而是这一句话是从哪里讲出来？是在山谷论坛。什么叫山谷论坛？是国会山庄加矽谷连成一条线，等于把整个矽谷尖端的科技纳在里面，要求所有的矽谷的科技精英一起要在这一场大会宣誓效忠，还有华尔街的力量全部都要纳进来。那华尔街的力量可以怎么样推动所谓的矽和平计划？这个是拉丁文的，这个和平矽。然后要组成一个高达4兆美金的供应链，要确保什么？确保从最上游的，不管是政策上游的供应链，包括系统到港口、到人员、到制断端，全部都要交到可信赖的人的手里。同时，美国政府出2.2亿美金，然后组成一个4兆的联盟，把钱投给这些可信赖的人，由美国政府来支持他。那所有加入这场论坛的人都会纳成这里面重要的伙伴，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 AI 曼哈顿计划。这场大会的发起人就是海伯格，美国现在副国务卿。那为什么说这一场计划是跟
跟这个活动跟曼哈顿计划有关，对是因为曼哈顿计划就是由他推动起草了。当年海伯格就是帕伦蒂尔的顾问在国会推动这个，他最大宗旨是什么 ？AI 就像未来的曼哈顿计划的核弹，谁先研发出 AI 的终极应用，谁就掌握核弹，谁就可以统治这个世界。那美国绝对不能说好，那这一次邀请谁去？亚伯格哦，这一次他跟谁对谈？刘扬伟对谈，谈的是什么？美国制造可不可行？所以刘扬伟在这场里面报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鸿海集团在美国，你知道雇佣多少人吗？已经有1万人了，而且它总共营收在今年要达到1000亿美金，3兆多台币耶！你有没有想过，美国制造竟然鸿海专门做什么？最后端的电子组装，同时我们萧美琴总统副总统也被邀请去了，他去报告什么？是不是所有的 AI 跟半导体都纳入在可信赖的伙伴里面？所以台湾投资2500亿美金，向美国包括 AI 人员跟半导体基础设施投2500亿美金，代表台湾纳入什么？曼哈顿计划，一起应对美国现在碰到问题。那我们来讲说，为什么说这个人在矽谷很有影响力？为什么这场论坛会有这么多人买单？好，用这张婚礼的照片，其实可以看出海伯格雅各布海格伯的影响力，在矽谷影响力。这是他的配偶，叫拉伯伊斯，他是YouTube 的投资者，也是 AMB 的创造者，是矽谷知名的创投资者。对，然后他们的婚礼。结婚的证婚人是谁？奥特曼 ，OpenAI 的奥特曼。所以这张照片告诉你什么？他们在矽谷很有影响力。对，所以现在矽谷怎么形容他？你知道吗？他是川普的俄语者，最大资金投资者。对，你要了解川普的政策，要沟通政策，找雅各布加海伯格就是了。他可以影响到一边是连接矽谷，一边是连接白宫的白宫，所以他现在是副国务卿，包括贝森特。为什么贝森特会这么买他的单？因为贝森特来自华尔街，他的家族跟他后面的势力对华尔街影响非常的大。好，川普从拜登的支持者变成川普的支持者，因为他相信的是谁能够在技术竞争保护美国，所以他绝对不允许技术科技落在别人之后。好，跟台湾的关系还好的非常好。你看到他竟然跟吴钊燮拍过照，跟我们的经济部长龚明鑫拍过照，这是什么？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在内。重点是，他是用副国务卿的身份来参访台湾。然后为什么要见龚明鑫？我们再讲一家公司你就知道，叫 Anduril， 专门在做什么无人机的，就是他也是大股东哦。重点，他们也是后面的创投资者哦，钱是他们后面串起来的，把任何可以决定战争的重要的供应链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就是他主张的事情。好，这场大会，重要性就在这里，不只是国会、矽谷、美国这些政策跟矽谷，连华尔街皇帝杰米戴蒙也是在这场论坛发表演说，对，而且还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美国现在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是什么？美国现在非常依赖中国，你包括稀土、包括药品、包括高端的军事设备的零部件。都来自中国，你总不能一边跟中国打仗，一边叫中国提供药来给你嘛？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错误给纠正。所以他投资了什么1.5兆美金哦，这么大的金额，他做了什么？就是要在美国恢复自主跟供应链，在航太科技、人工智慧、量子电脑这些专案上投1.5兆美金，就是确保这些东西能够在美国生产。不只是摩根大通要出钱哦。他们美国政府，这个海伯格说了，美国政府正在组一个财团，有谁？有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世界上最有钱的油源，新加坡的淡马锡主权基金，日本的软体银行，全部组成财团。所以4兆美金，未来要做什么？拿这笔钱去资助自己的盟友，我们台湾在里面嘛，一起去发展科技，同时筑起一面墙，就是戴蒙说的，筑起一面墙，阻止自己的对手拿到科技，那确保美国在以后的 AI 战争能够取得胜利。金明哥，我们刚刚看到美国这种 AI 大计划真的非常可怕，但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是中国。他说我们解放军也有这种机器狗啊，也非常非常强啊。让我心想，看起来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仔细看，他用的晶片竟然是升腾310晶片，这晶片这个很落后的晶片它只能做什么边缘预算的东西是在上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
真正去思考，它必须要联网，这些机器狗才有用的。首先，我必须跟少儿纠正一下，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像机器狗，但是解放军给它很威的名称，叫做机器狼。原来它是狼，而且我也是狗。这些看起来像狗的机器狼啊，你要知道，它们还有不同的这个款型啊，以及不同的代号。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应该是被他们设定为极地型的这个机器狼，它是用来做什么？它可以做一个后勤负重，然后可以做一个这个等于是相当于这个载东西的，像它上面有一个绿绿的这个，你可以当成是载弹药箱、医药箱，或者是后勤保障补给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它可以负重20公斤啊。可以减轻一般这个士兵的负担。那在前面那3个绕来绕去，好像这个无头苍蝇这样晃来晃去的，对，它的代号叫什么？叫做暗影。感觉像英文就像 shadow 影子一样，它是一个侦察型的这个机器狼。那中间的那个还有最右边的那一个你看到它上面背一个枪管，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浴血狼，它是打击的机器狼。顾名思义，它就 attack 这个攻击的机器狼，你看到没有？它上面还背着一款这个191的它的一个这个步枪，对，只是说因为弹夹在下方，所以它要倒过来，它枪管就可以往上，甚至还可以这个因地制宜啊，装上那种微型的导弹，还可以装着枪榴弹的发射器，然后对着目标。这3种的这个响当当的名词，不管叫做暗影侦察型的，还是叫这个浴血打击型的，还是叫极地后勤保障型的，这3种的这个机器狼啊，结果他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升腾310B 的这个晶片，没错，他们这些看似高科技的装备。背后都有一个交集点，他们用的就是升腾310B 的这个晶片，它就是一个边缘计算的产品，对，就是像一般处理这个图像、视讯、语音、文书处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呢，它还是负责一些移动端装置的，就是算一个通联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对，它的计算的那个记忆体它的一个容量非常的小，非常的低，把这些晶片当成大脑来看的话。这个就像是升腾310B，好像那种大脑的容量不足，甚至产生萎缩，因为它的记忆体频宽只有47.8G， 但是同类型竞争对手，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我们一般现在都在讲自动驾驶嘛，对，自驾专门处理自驾晶片的是 Tesla FSD 的晶片，它最有名，它的频宽你知道吗？达到400G 以上，它是升腾310B 的将近10倍啊，所以你看到升腾310B 的它那个大脑像是萎缩到这种小小的，那甚至他要处理那种联网通联的话，你记忆体的这样的一个频宽这么小，你怎么能够做一个通联？对，一不小心战场打起来的话，你断了通讯怎么办呢？你还不要说怎么去控制那7、8批或者是10批的那个机器狼啊，你要怎么继续作战，变成狼群战术呢？除了刚刚讲到晶片，它这个购联的断网，最近那个解放军还释出了一连串的这个新的画面。就是他们有 Atlas 这个无人机的集体的这个发射，那央视呢在25号的时候也播出了他们的一个这个特别节目，去介绍这个解放军。你看到画面上是他们那个陆地上的那种陆战车，他们像类似多管火箭的一个发射枪一样，它发的是无人机，它发射的是无人机它制造的是一个无人机的蜂群战术，然后它去攻击它的目标。它的这个是靠着陆地上的陆战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指挥管制车，以及另外一种后勤补给的保障车，形成一种作战群，很厉害，是不是？但我跟大家讲，其实背后还是需要有人来控制啊。对，无人机后面要有人控制。可是我们不是无人机就直接自己出去会把目标给 KO 掉吗？讲是讲得很漂亮，对。但你现在看到这个解放军的一个这个人员在操作，据说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在后面后端远端的遥控这些无人机，他一个人可以控制了96架无人机，相当于一个人可以用一根线就牵住了近100只风筝，然后再用这个电脑滑鼠啦，然后还有远端的联络的一个相关的设备然后控制这无人机之后，让他们开始展开了这个蜂群集体的这个作战。但是我刚刚也强调了，你要有远端，要有遥控，要有联络，你就好像在玩 game 一样，总是要有人在那边后端的这个操作。你来看看老美，那这样如果今天把他的网路给断了，那个风筝就断线了，就回不来了。那些无人机要攻击什么？你怎么对他们下达指令？你就讲到重点了嘛。所以我说跟刚刚讲的机器狼一样，有它的罩门，就是断网。那这个无人机断联，那请问你怎么打仗下去呢？所以我现在讲的是美国。美国它已经军方发展到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的复制者跟无形计划。什么是复制者？你看到这绿色的一点一点的，它就是一群的这个也是无人机，也是蜂群。那他们这些无人机就真的做到
部署了几千架廉价型的无人机。他们从今年开始，预算案的重点就在整合所谓的无形的计划呢，叫做自主控制软体。它这个就是真的实现到没有领导者的蜂群战术，就是完全由 AI 人工智慧的这样的去控制哦。它让这个蜂群啊，就算跟那个原来发射它的母舰失去了联络的时候，它还能够保持这个攻击目标的自主性，他们能够判断。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这个示意的这个电脑画面哦，它把它这个模拟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攻击目标完了之后呢，它不会立刻消失，哪怕它有几架的无人机坠毁了、被攻击了，或者是跟他们的母舰断联了，它还是会在上空100公尺处哦，继续盘旋10分钟左右，以等待下一个任务的继续的给他们去执行。所以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加上这个 AI 技术啊，才真正达到就算断网也没有问题。老美今天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但是老共你还在走到这样的一个用人为控制的情况之下，所以我才说，再加上晶片不如人，断了网你怎么打仗呢？慧珍姐，我们最近都在观察一件事情，中国一直在狂妄的非常多的在收二手机，再烂的二手机，只要有晶片我就收。就想，这在搞什么东西？结果今天真相大白了，官媒今天怎么说？原来他们现在有个新技术，二手机的晶片我拿出来之后可再利用。这利用完可以把它装在哪里？包括你的一些小型的家电设备上面，甚至最狂的是，竟然可以放在车子上面。这真的假的？应该是说，他们因为这个自从2020年之后，全世界的晶片都在一个晶片荒状况，再加上美国对于中国进行一个晶片上的一个限制，所以现在哪里有晶片往哪里去啊？本来这一些手机，你看什么 OPPO 啊，那些都旧手机的，有的手机甚至不能打开，你知道吗？这个微毛机啊，顶多10块20块人民币了，现在居然大翻身最近的回收价格竟然来到了150到500块人民币不等哦，甚至有出现一天一新天价的一个情况，像是一个上市10年的一个 OPPO 旧机，去年只有20到30块人民币，今年现在竟然来到了150到180人民币，涨幅来到了8倍。你看大家在那边看，连大学生有分一杯羹，2天光是弄这些手机啊，竟然可以赚了7000块人民币。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产业链了，什么产业链？回收二手机我赚翻了，利润很高。我刚刚提到，你看这样1年的时间，它竟然涨了快8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现在很多晶片，他们发现这个旧手机晶片，你把它拆一拆之后，可以拿去装监控的摄影机，可以拿去装智能的一些门锁，可以拿去装车载中控。你想说，我老天这个二手的晶片，它弄一弄，竟然给我去装车用的，其实是玩命是不是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哦。那没关系，现在没办法，你只要有晶片，哪里有我就哪里收。你看他现在在干嘛？他经过好几道程序，第一道程序是什么？就是我全面收割，这个有任何的手机你全部来卖给我来回收。第二个是哪里呢？他就要开始检，这个手机是什么？可能是比较旧型的12奈米20奈米，那其他的是几奈米的，然后开始分门别类。第三个就送到专业的一个工厂来进行分拆，然后就把一颗晶片全部都弄出来之后变成什么样？就可以变成晶片的一个矿山啊！哇塞，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回收手机？你想说，那你不买新的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新的现在越来越难买；第二个，我跟你讲。回收手机的货源充足啊，因为中国市场1年要淘汰1亿只的旧手机，然后再加上现在因为这一个晶片不好买的状况之下，它的利润变成非常高啊，所以呢，再加上拆的成本很低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利润很高的生意有人做，所以越来越多人跳进来进行这一个所谓的二手机回收的。好，那现在有一个数字，这个晶片的涨有多凶啊？光是他们发改委统计的，2026年1月，天哪！光是 DRAM 跟那个 NAND Flash 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以 DDR4 8GB 的颗粒来讲，2025年低价是3.2块美元，现在飙到了15美元。
涨幅来到3、4倍，哎，对，这也太好赚了，这很惊人啊。差太多了吧？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第一任新的在讲涨太多了，涨到快1倍以上，所以你这个新晶片成本越来越高，那我还不如回过头去买旧手机。讲一句实在话啦，我这个旧手机装在一个新的电器里面，装在一个新的车子里面，你消费者你看得出来吗？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根本是黑心鬼的生意，你知道吗？哎，反正我车子是新的，里面晶片是旧的，谁会知道？害死人了！只有你装车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他们就讲到说，哎呀，太可怕了！现在竟然有这个超过，你看这车子，你就开，就发生怎么突然之间啊，那个车主就在讲啊，我要可能就是往右边，人家自己撞树了，为什么？就是你不可控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很精准，或者是说它会有一些 bug 在，所以导致吓死人。你这很多状况，像是电动车市区失控36嘛，所以很多的刹车失灵，你看有没有？他要点它，对，有没有？他现在要点它哦，你哪边要给我动啊？你哪边要干嘛？他刚刚突然一直闪，为什么？他不受你控，全部有没有叫赶快醒过来？车子给我醒一醒！他没有在领奥迪，因为拍谁你买的车子竟然是二手，你看小米系统整个死机，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操作。我跟你讲，你有的以为它是自动驾驶。下一架，它突然死机的一个状态之下，你连要转回我自己开始人为驾驶都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哦，他们现在开始发现歹机抓掉，你看现在也不可控，松开，紧急松开，紧急刹车，弄球啊，没有办法刹车。所以代表着这类似的旧手机、回收手机、回收晶片导致的情况，就是你这个车子啊，问题非常多，造成很大的一个。安全上的那个伤害，还有你想说，没有吧？那应该是一些烂车才这样啊？没有，他们说现在几乎所有你喊得出的品牌都有类似用这样子的黑心二手回收晶片、车用晶片，所以也难怪车祸会这么多。对，火烧车也很多。对，这根本就是跟这种黑心的晶片、二手晶片是有关系的。有关系，而且我跟你讲，你看他们自焚、自烧，然后一大堆然后自撞，乱七八糟的状况。我跟你讲，他们很多在制造过程里面，就为了要省成本，不用新晶片，就从黑市里面用低价去买那一些旧晶片，才会导致这些车子这么多 bug， 这么多类似的问题发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